家好，欢迎回来。今天相机呢比较高，因为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开箱，在这里，还蛮重的，是一个淘宝过来的箱子。最近淘宝下了大概总价值3000块钱的淘宝的东西，在这边，哇，有吃的，有玩的，有用的，有被子，还有就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吧，没有任何美妆好像。然后有一些耳环，但这种小耳饰之类的，真的是需要用到的东西哦。这次没有那种我觉得是没有用的东西，或者是只是观赏用之类的，就蛮多都是蛮有用的。我等下会一一跟大家讲我为什么会买这些，然后应该是个还蛮开心的开箱视频吧，除非里面东西都烂了，那就不开心。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视频吧。那这个淘宝开箱视频我们会分上下2部，因为东西蛮多的，然后现在只到了1个包裹嘛，1个包裹就感觉蛮重的，所以我想说分2个视频好了。如果大家不介意再看到我一次，这个是我第一把拿出来的就是吃的，那我们就先吃吧。我买了原味肉松蛋黄酥，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也不知道，也没有人给我推荐什么的，我就是在淘宝上自己搜蛋黄酥这个东西，我突然很想吃蛋黄。就我那个下单的时候是前面中秋节刚过不久，然后吃月饼没有吃够，我就很想吃这种有蛋黄的东西。这个好像评分还蛮高的，还是说销量还可以之类的，反正我就自己随便订的，我不知道好不好吃。它的牌子是知味观，在这里。好，我们试一下吧。后面有这个线，我看啊，一盒里面只有2只哎，然后1只是长这个样子的，另外1只是这个样子的。好开心哦，第一个东西就是吃的，还不错，就那种蛋黄酥的味道，然后里面有一个蛋黄。你们饿了吗？我本来以为吃的都在另外1盒，没想到这个里面也有吃的。我看看有没有过期时间之类的。包装完好是60天 ，OK。下面是什么呀？好像是耳环。好，今天有2对耳环这边，然后我想说戴上脸试试看吧。那现在我耳朵上这个，之前有很多人在网上问我，是我在纽约的一个像是 marketplace 那种小店买的，才5块钱美金那种，就是那种像是自己淘到的吧。所以具体那个店在哪儿，好像是在 SOHO 区里面，就是走着走着我就随便碰到了，店名我也不是很记得了。对，这边有2副耳环，先看这个好，我把这个拿下来啊。然后2个都是这样子的爱心型的，一副是这个样子的，就很简单吧。然后我这次买的淘宝上的东西，商店名字什么的，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写在信息栏吧，就这个样子的。但是呢，我也不知道，我会大概跟大家讲一下质量，因为我这些东西就是自己盲买的，不一定会很好。像刚刚那个蛋黄酥的话，我觉得味道就普通，就正常。好，耳朵上的耳环就是这个样子的。很简单嘛，我记得这个耳环也是蛮便宜的，十几块钱、20块钱人民币这样子的，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爱心型，是我喜欢的那种 simple 类型、简单类型的耳环。那我们再看下一个耳环，下面这个耳环有2对，我刚刚以为是1对，就是它是那种毛茸茸的，冬天适合戴的那种，就是穿大衣、穿靴子之类的。然后我买了2个的颜色，我一个个给大家试吧。你为什么不喝水啊？受口渴的时候啊，或者饿的时候，它鼻子会那样一抽一抽的。那种很像小兔子，特别像小兔子，而且它鼻子那个地方很像孙悟空的那个头上戴的那个叫什么？紧箍头箍，好，这个是那个我说就是冬天比较适合戴的，然后它做工还蛮劣质的，其实就是我好像能看到旁边的那个线，你看啊，就可以看到旁边粘它的那个胶的这个地方，可能你要戴之前你就把它给稍微清理一下吧，清理干净一点，这样看上去没那么劣质。然后它这个线也会戳出来一点，就是感觉是可以戴着好玩吧。如果你要去稍微正式一点场合，可能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精致显得，但反正我也没差。我经常还会戴那种就是上面有掉了1、2颗钻的耳环，因为我想说，如果不是离我特别距离很近的话，应该大家看不出来吧？是这个样子的。我感觉好像不太是我的 style， 有一点点太贵妇了，那种感觉，或者是很民怨风那种感觉吧。还有另外一个绿色，这个绿色是我很喜欢，就是近期很喜欢的一个这种墨绿色，而且这个墨绿色就品控啊，这墨绿色就比刚刚那个质量看着好多了，毛也摸得比较顺。然后我最近很想买一个墨绿色的包包，我发现年纪大了以后会喜欢买这种很深沉的颜色，以前小的时候可能会喜欢一些浅色啊什么的，现在喜欢很深的深咖啡、深灰、深墨绿啊，那种土黄或者是这个叫什么 caramel 这种类型的颜色。这个是这样墨绿色，这2副吧，就是好像都不太是我的那个不太是我这个 style 吧，看着特别就是说不清楚。好，我们再下一样东西，
对，那今天这个视频就是这样子一个比较随意一点的啊，就是一个开箱的主题。好，我们再看这个里面是什么吧。这个里面有一个小盒子，感觉像是茶叶之类的。这什么呀？哦，我买了很多就是装化妆刷之类的这样子的装饰品，因为我发现我的化妆品太多了，然后堆在那边像垃圾一样、垃圾一样，就很难看的。我想说把那种就放一点好看的东西，把它摆起来、装起来啊。像很多博主都会拍自己的化妆台啊、拍自己的衣柜啊什么的，我从来没给大家拍过，因为我真的不太 organize， 我东西特别乱，然后我觉得是没有特别多的就是容器去把它们归纳起来。我有默默的发誓，就是在我带孩子的那一阵子不录 YouTube 的时候，我一定会把房间就弄得整整齐齐，然后到时候重新开始录的时候，我会给你们看我的化妆台什么的。对，这个呢就是一个放化妆刷的一个，就是我感觉它的里面那个口比较小吧，能够放一些眼影刷之类的。如果是那种 face brush 脸上的刷子的话，大概放个3把4把就已经就是能塞得很满了，我觉得。下面一个也是我从淘宝上买的，特别大这样子的一个盒子，然后里面呢应该就是我的其他东西。先给大家看这个。这个是我觉得我可以放在我的那个化妆台旁边玫瑰金的一个篮子，然后里面可以装其他的我的化妆品啊，或者是一些眼影盘啊，或者是用的比较少的那些东西吧。它其实我觉得它本意应该是放那种脏衣服用的，但我很喜欢玫瑰金，然后我觉得它长得就还蛮有质感的，所以我打算把它放一些我的化妆品放在那边，这样的话我的化妆台就会看着干净一点，可以盖上2个我的头那么大。下面呢，这个里面应该就是托盘了，就我买了好多个这样子的托盘，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的，你们不要吃惊，这个比我网上看的要简单很多哎，它就是一个银色小托盘。然后我现在自己很多那些什么香水啊什么的，我就没有托盘装嘛，就整个就是放在那儿，放在桌子上的。我觉得远处看他们一挪位就会看得乱七八糟的，因为我东西实在太多了，我真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想说用这个托盘装会好一点，都是银色的，就是很简单，上面没有任何的花样。好，我们看这个箱子里好了，我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感觉这个盒子啊就很像那种以前去农村里会买一些鸭蛋啊什么的那种，就会用这个箱子扛回来。那个小泡沫弄得全地板到处都是，感觉这个视频完了又要拖地又要吸地了。好，里面就是这个就是很漂亮的这个托盘了，这是一个玻璃的盒子，所以它放的蛮好的。我当时还蛮担心，就是我订这种这么重然后是玻璃的东西寄过来会不会碎。我自己有很多就是那种亚克力的盒子作为一些口红的收纳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亚克力的盒子虽然可以达到那个作用，就是收纳嘛，但是好像没有那种玻璃的好看，所以我想把自己的化妆台给 upgrade 一下，升级一下。就是这个小玻璃的抽屉，然后它旁边都挺漂亮的，你看旁边的纹路做的很细致吧，我觉得还挺好看的。然后这个就特别重了，所以我运费贵，这个真的很重，我感觉掂在手里有个2斤吧，有个1公斤这样。这个里面就可以放一些眼影盘啊什么的，它足够宽，就这边。对，这个还挺好看的，我已经等不及把这个化妆台重新全部打理一遍。它这个抽屉收进去以后就是很实在，你这样摇它都不会有太多的声音吧，我觉得这个质量还蛮好的，反正。好，我们再往下面走。下面耳环呢是这个牌子，我记得我上一次就是回国的时候也买过他们家的耳环，寄过来很快，然后也是属于比较便宜的、比较简单的吧那种，这个样子的，就这个颜色，这个就看起来很有气质，很好配大衣啊什么的，或者是毛衣、高领毛衣，这个就挺好看的，给大家戴一戴。哇，它这个耳环就是它这个会把它两边都贴住塑封哎，感觉非常保护。这对耳环就是这样子的。它是有一点点咖啡色的这边，我很喜欢它2个，就是这2个形状在一起冲撞感，就上面是那种圆不拉几特别圆，然后下面它中间又是那种有一点点像带有正方形、有点方的那种感觉，它2个冲撞在一块，这个感觉特别好，而且显得人挺有思想的。不过它不是特别搭今天这个衣服了。今天这个衣服有没有很吓人？我是买回来以后才发现，我靠，上面这个东西好吓人啊！哦，这个包装袋很好哎，特别厚。这家我还有好几副。这个呢，我在下单的时候我就想把它叫做毕加索耳环，就很像 Picasso 那些抽象画，有没有？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很特别的一个感觉。这个应该跟今天这个衣服很搭。这2个人脸还是对着不同的方向的，你看到吗？就一个是对着那边，然后一个是对着这边，就感觉你戴在2个耳朵上，他们2个是那种陌生人吧。就我现在戴的这个会比刚刚另外那个摸起来厚重一点，质感什么的都好一点吧。价格的话我不是很记得了，还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我平时很少戴银色的首饰吧。哦，好想吃热干面啊！希望等会儿开到热干面，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一副耳环呢，它这两个脸，它有一点点对着那边的，所以它两个不是说直直的这样对着前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耳环看起来有一点点夸张。但这样子的话，只有从你侧边看你的耳朵人才会看到它那个花样，还蛮有意思的哦。就人脸的地方也是做的比较不平滑的。下面一副呢，感觉很塑料，比较轻了。这个长得还可以吧，就是大圆圈套小圆圈套小菱形这样子的一个形状，这个样子的。这个呢就这样子金色，你可以看到它在甩动的时候就很轻，那个感觉是不是？好，我们再接下来继续后面的开箱啊。这个就是刚刚那个托盘的金色版。给你们看这个托盘，我记得价格还蛮便宜的，所以我一下买了好多，而且它又不是玻璃的嘛，所以它过来其实是不会坏的，它是那种这个质地的不锈钢，对吧？然后我觉得金色的也很美，我想说银色和金色，我到时候看一看哪个跟我的梳妆台更搭。如果不搭的那个颜色，我会把它放到洗手间去放一些香皂啊什么的，这看起来也比较简单嘛，就很好看的一个托盘。而且它这个呢就不重了，剩下的东西全部都是零食，然后它是这样子摆的，就是这样子的。你看，不知道为什么它没有包装袋，但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吃了嘛，所以我去把这个口红卸掉。好，然后这些呢是我买的什么呢？它是中国好声音品牌授权啊，我也是随便买的。它是奶香蛋糕，蛋黄味蒸蛋挞蛋糕，散装称重，是长这个样子的。这个还不错，这个味道呢就感觉不甜不腻，然后还有一种奶油的味道。也有一点点咸咸的，就那蛋黄味，我还挺喜欢这个味道的啊。还有一个桂花糕，这个东西也是我当时在网上搜了一下，我好像是搜的零食还是什么点心之类的，然后搜了一下热销最高的呀，什么人均每个月销售量最大的之类的，然后就出来这几样东西。桂花糕这个是桂林特产嘛，然后是长这样的，我从来都没有吃过哎。我看它形容就是说它是那种淡淡的味道，也不是说特别的浓，也不是特别甜的。我想说试试看好了，然后就到了这个包裹。哇，好久没有就是开箱吃的东西，还是挺爽的那感觉。还挺精致的，是这样子的。不过它盒子就是纸盒而已，没有什么那种很 fancy 的盒。它一份很小，我喜欢这种，就不会像刚刚那个蛋黄酥，我就有点吃不下，是逼自己吃的那种。我现在脸都这么圆了，还在吃。好，开之前给你们看一下，它里面就是写着桂花糕3个字印在上面的。但是没有小勺哎。干杯。不是我的菜，它真的桂花味很重很重。我很喜欢桂花的，就小的时候我们那个家里楼下会有很多桂花树啊什么的，那味道真的很好闻，然后一阵风吹过那种。但它做在食品里，你知道我吃这个想到什么吗？就在嘴里那种质感是 quality 挺高的了，那种很有质感的一个感觉。但是我好像不是很喜欢这个味道。不过真的一点都不甜，就是可以当做喝茶的时候吃的点心吧。桂花糕这个味道让我想到什么？就是你们看了那个岳正元那部剧，孙俪跟陈晓的那个，就很像吴家东院的人，就是他们很有势力的时候爱吃的一个下午的那种点心，配着茶一起。视频的结束，我打算煮一包面，然后跟大家一起吃这个热干面。这次热干面呢，跟上一次可不一样了。上一次那个热干面啊，是我就是在网上盲买的，然后我知道那个就李锦记那个牌子嘛，它是有点做成方便面的那种形式，但淘宝上有几家是那种没有做的那么大的品牌，但是是那种真的是用真正的热干面的面去做的那种，是比较像是速食面，像泡面之类的啊。我觉得我好多视频都在说热干面啊，亲爱的，我在武汉等你。你看这个，这就是刚刚那个热干面里面的所有的料，就这么几样东西。Hello， 我回来了。你看这个热干面，我是觉得我已经把所有酱都加进去了，包括它的芝麻酱啊，还有刚刚那些酱油什么的。我是觉得吧，它好像颜色有点不太对。对吧？就是没有那么多芝麻酱的感觉，好像芝麻酱少了点，我还没有吃呢。但我已经闻到它那个酸豆角还有萝卜的味道。说实话，真的不怎么好吃。那今天视频呢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期主题就下一期开箱有一些是 soap 的东西，就是 soap 的小毯子呀、soap 的小衣服啊之类的，应该还挺萌的，因为我会就是逼它穿上。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希望大家喜欢。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视频呢，还是一样在旁边给我点一个赞。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可以点击这里关注我的频道。如果你第一次关注我的话呢，欢迎你。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